2025年9月5日，两架 F-16 战斗机从阿蒂伯克级驱逐舰杰森·登纳姆号上空低空掠过。这并不是美国空军的那个飞行员吃饱了撑的调戏美国海军，而是委内瑞拉外海上一场实打实的军事对峙。一架纯正的美国造飞机怎么跟美国军舰在别人家门口掰起了手腕？实际上，这批被美国开除的委内瑞拉 F-16 背后隐藏着一股长达40年的恩怨情仇和一个国家被石油改变的疯狂命运。今天我们就来从委内瑞拉的 F-16 说起，聊聊这个国家的百年孤独。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东北部，北边是加勒比海，东边是大西洋，境内是有山有水，还有肥沃的平原，各类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不过要说委内瑞拉最丰富的资源，那还得是石油。1922年12月，委内瑞拉西部的马拉开波盆地，随着一声巨响，一道阴影冲上了几十米高的天空。片刻之后，黑色而黏腻的雨点纷纷落下。想必大家也猜到了，这不是喷泉，而是冲破天际的石油。这根巨大的油柱喷了足足有9天，每天喷出的石油多达10万桶，远在40-5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足以证明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之丰富。仅仅7年之后，委内瑞拉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石油生产国，以及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时至今日，委内瑞拉仍然拥有西半球最大的常规石油储量和第2大的天然气储量。不过，由于没有相应的开采技术和提炼手段，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长期依赖英美等国。吃了回扣的委内瑞拉统治者对于美孚和壳牌等公司无限量的开采和出口当地的自然资源也是乐见其成。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这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乃至于整个社会的认知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形成了后世经济学家所说的荷兰病。不过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再说。但总之，从这个时候开始，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和美国之间就已经形成了深度的绑定。这种深度绑定，早期我们可以说它基于门罗主义，到了冷战时期又和美族意识形态争霸密切相关，但归根结底基本上是委内瑞拉出油，美国出钱还管安保。毕竟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自家后院里有这么一个听话又富有的加油站，美国人那是相当的满意。在这种密里调油的背景下，1982年一将代号为和平三角洲的军售协议直接把委内瑞拉拉到了南美空军的头把交椅上，他们拿到了当时美国空军的当家花旦 F-16 战斗机。要知道那个时候 F-16 在美国空军才服役了4年。听到这儿，肯定有朋友问了，那美国卖武器不都喜欢搞个降级版的猴版吗？确实是这样，但在委内瑞拉这里不是这样。一开始在卡特总统的要求下，美国人想塞给他们一个装了老式 J79 发动机的 F-1679， 但随着里根上台，美国军售政策改变，委内瑞拉最后到手的是原汁原味童叟无欺的 F-16AB Block 15，用着跟美军一样的惠普 F-100 发动机，这待遇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委内瑞拉也成了整个南美大陆第一个开上 F-16 的国家。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24架 F-16 就是委内瑞拉空军的门面。照理来说，南美这个地方的战争强度基本上不会超过游击队和 IPG， 周边国家虽然算不上强国，但也不是几架战斗机能吓住的。委内瑞拉这些 F-16 顶多算得上是大玩具。但历史的剧本往往比小说还要魔幻。1992年，一个叫查韦斯的陆军中校领着一帮兄弟搞了一场极其符合南美大区基本认知的政变，具体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关键时刻，终于佩雷斯政府的 F-16 飞行员驾驶战机升空，对着叛军的飞机就是一顿输出。叛军的螺旋桨攻击机 OV-10 自然不是 F-16 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纷纷击落。虽然从结果上来看 F-16 用一场胜利保住了旧政府，但从过程来看，这事儿就透着一股黑色幽默。因为查韦斯的政变虽然搞砸了，但他在媒体面前展现的形象却意外地捧红了他。没过几年，经济下行，佩雷斯下台，查韦斯这位当年政变的匪首靠着巨大的声望，居然通过大选堂堂正正地当上了总统，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当时就傻眼了，因为查韦斯一上台立刻调转船头，高举反美大旗，这下可把美国人给惹毛了，立刻宣布了对委内瑞拉的全面武器禁运。这道行政令死死地卡住了委内瑞拉 F-16 机队的脖子，毕竟没了美国的备件，换一个零件就少一架飞机，没了维护支持，连弹射座椅的火药都过期了。委内瑞拉的工程师们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一架飞机的零件拆下来装到另一架上，让少数的 F-16 能勉强飞起来撑个场面。经过改装，委内瑞拉的 F-16 战机可以使用以色列制造的怪蛇4空空导弹，也可以丢铁炸弹、集束炸弹和火箭弹。而查韦斯对美国的武器禁运勃然大怒，
甚至还曾经威胁称要将 F-16 出售给伊朗。有传言称，委内瑞拉曾经向伊朗提供一架 F-16 用于技术开发。据报道，截至2024年底，委内瑞拉现役的 F-16 仅剩3架单座 F-16A 和1架双座 F-16B。不过说实话，美国武器禁运这手已经够温柔的了。要是搁在冷战高峰期， CIA 早就动手直接搞物理消灭了。不过美国很快就发现，查韦斯比起南美的一些军头来说，还是水平高出不少的。他吃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轻易不会动粗，因此直接从根上开始刨美国的祖坟，也就是石油和美元。查韦斯上台后，拉着南美一帮穷兄弟组建反美俱乐部，天天在联合国怒斥美国是魔鬼。在经济上又大搞国有化，将之前被美资控制的石油产业全部收归国有。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开刀，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而且你不得不说，查韦斯的运气简直好到爆棚。他上台那会儿正好赶上21世纪初全球油价上涨，委内瑞拉的美元哗哗的往国库里流。拿着石油换来的美元，查韦斯在国内大搞福利，给穷人免费盖房、免费医疗、发食品补贴，狠狠地拉了一波国内声望。在国外，他更是扛起了反美的大旗，用廉价石油收了一堆小弟，比如古巴、玻利维亚等等，天天在自家后院里恶心美国。2002年，委内瑞拉爆发了一场针对查韦斯的政变，查韦斯被军方扣押。但戏剧性的是，仅仅47个小时后，支持查韦斯的军民就发动了反政变，他又奇迹般的回到了总统府。虽然没有证据，但许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是 CIA 在幕后策划的，这就让查韦斯更加坚定了反美的决心。但问题是，查韦斯反美的底气全部来自于不断上涨的油价，整个国家除了石油几乎不生产任何东西，吃的、穿的、用的全靠拿石油换来的美元，再从国外进口。这种经济模式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荷兰病的究极形态。表面上看，国家富得流油，人民福利拉满，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死死地绑在了国际油价上，只要油价一跌，整个国家就得跟着玩完。正当查韦斯忙着在国际舞台上跟美国斗法时，那些趴在机库里的 F-16 就成了一个尴尬的遗物。一方面，美国掐断了所有零件供应，让这些战机的保养异常困难；另一方面，查韦斯也不可能再信任一个美国制造的武器系统。于是2006年，委内瑞拉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斥重金引进了24架苏 Mk2。机库里趴着的 F-16 彻底沦为了两国决裂的活化石，而这些俄罗斯战机的到来，则为我们今天在加勒比海看到的紧张对峙拉开了序幕。时间快进到2025年，查韦斯已经去世多年，他的继任者马杜罗接手的是一个被掏空了的国家，而此时的白宫也换上了我们的老熟人特朗普。面对这个就是不倒台的反美政权，特朗普政府决定下黑手，也就是所谓的极限施压。但你要动手，总得有个师出名的理由吧？而华盛顿找的这个理由可以说是相当致命，那就是禁毒。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指控委内瑞拉的高官，包括马杜罗本人在内，深度参与，甚至领导着一个名为太阳卡特尔的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机器走私成瘾性药物。2017年，特朗普表示不会排除使用军事选项来对抗马杜罗政府。到了2025年，特朗普政府终于决定动手，将走私药物作为极限施压的王牌来打。特朗普政府的第一招叫做政治加码。8月7号，美国国务院直接把逮捕马杜罗的悬赏金从2500万提升到了5000万美元，指控马杜罗与恐怖组织合作，将致命暴力活动带到美国。第二招则是颇具19世纪风格的炮舰外交。悬赏令刚发没多久，美国海军就派出了包括7艘军舰和1艘核潜艇在内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委内瑞拉的家门口。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这是要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毒品行动，但谁都看得出来，打毒贩用得上硫磺岛2栖攻击舰吗？面对美军的兵临城下，马杜罗的回应也相当刚烈。他公开表示，已经准备好动员数百万的国家民兵，一旦美国敢入侵，就立刻全民武装。那美国敢动手吗？还真敢。9月3号，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国际水域对一艘据称从委内瑞拉驶出的船只发动了空袭。特朗普更是亲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次行动的视频，宣称船上11名走私非法药物的武装分子已经被全部击毙。委内瑞拉政府立刻发出谴责，但美国显然没打算就此收手。仅仅2天后的9月5日，局势迎来了最高潮。五角大楼突然发布声明，警告说有2架委内瑞拉的军机在国际水域以高度挑衅的姿态高速逼近了一艘美国海军的驱逐舰。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指出，逼近美舰的这2架战斗机就是 F-16。从经济封锁到军事集结，再到直接开火，最后是海空对峙，委内瑞拉的局势已经升级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么这场加勒比海危机究竟会走向何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回到开头埋下的那个坑——荷兰病。这一术语由经济学人于1977年创造，用来描述荷兰在1959年发现格罗宁根大型天然气田后制造业的衰落。而自从1922年委内瑞拉石油大发现之后，短短15年间，石油在委内瑞拉出口中的占比从 1.9% 上升到惊人的 91.2%。咱们前面说到，查韦斯靠着油价暴涨，在国内大搞福利，在国外广交朋友，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只要油价一跌，整个国家就得跟着塌方。查韦斯不知道吗？查韦斯当然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欧佩克成员国违反生产配额限制，额外生产石油，导致国际油价暴跌。到1998年，油价跌至历史新低的每桶 3.19 美元。而正是因为油价的暴跌，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发展下降，才把查韦斯选了上来。因此，查韦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致力于和欧佩克搞好关系，说服欧佩克成员国减产石油，让石油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问题是，委内瑞拉自己偷偷增产卖石油啊。查韦斯执政的10几年里，用石油的高收入去补贴穷人，赢得了委内瑞拉民众的竭诚支持。但问题是，委内瑞拉的农业产量几乎下降到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不到。坐拥千万公顷的良田，却时常出现大范围的饥荒。许多委内瑞拉人要住在摩天大楼的贫民窟里，跑到街上捡垃圾吃。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委内瑞拉有超过680万的人口营养不良，占据整个国家人口的近1/5，而这就是荷兰病带来的后果。在经济学中，荷兰病是指特定行业的增长与其他行业的衰退之间的明显因果关系。而在委内瑞拉，荷兰病展现了它最可怕的一面。当一个国家习惯了赚快钱，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些种地、搞工业的苦活累活了。石油这个曾经被视为上帝恩赐的礼物，最终变成了一副毒药，彻底掏空了国家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委内瑞拉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它拥有着一支在南美地区堪称精锐的军队，从俄罗斯购买来的苏30战斗机、S300防空导弹，给了它在军事上和美国叫板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它的国内经济已经是一团乱麻，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特朗普政府赌的就是你委内瑞拉的军队再强，也撑不过国内经济的持续失血。只要不断围堵、制裁、施压，这个政权迟早会从内部垮掉。而马杜罗政府敢于硬碰硬，也是赌美国不敢对自己发动全面的军事入侵。只要能撑过这轮极限施压，说不定就能等到国际局势出现转机。说到底，委内瑞拉 F-16的故事就是一部关于资源诅咒的寓言故事。这批战机见证了一个国家是如何因为石油而崛起，与世界最强的国家称兄道弟，也见证了它又是因为如何过度依赖石油，而在政治上迷失方向，最终被时代所抛弃。武器的更迭背后是一个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资源固然珍贵，但生于忧患的远见、艰苦奋斗的勇气，远远比几桶石油来的有价值。好了，今天关于委内瑞拉的故事就到这里。那么屏幕前的各位觉得委内瑞拉还有机会摆脱石油的诅咒，走出自己的道路吗？还是说他的命运从马拉开波的第一口油井喷出时就已经注定了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